省刺儿的，该我了。今天精神了吧，郝局长？我是你钟哥，这叫局长，不认这个兄弟。蹭蹭的，快点。哎，还是微笑一点好。 再来一张严肃点的。爸爸，当我困在你的灵前，你一定还能听得到你心爱的儿子对你的呼唤。爸爸，我和妈妈至今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你的离去，让妈妈，让我，让所有的亲人、所有的朋友都是那样的无法接受。爸爸，你临走都没给我和妈妈留下一句叮嘱的话语。听与你一同参加训练的叔叔们说，你在被劳累和病魔击倒的那一刹那，只说了6个字：“放开吧，我们上。” 爸爸，你就这样走了，我再也聆听不到你的教诲了，再也感受不到你的父爱了。爸爸，子欲孝而亲不待。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无奈与悲哀。爸爸，你是我这一生成长的偶像，有你在，我仿佛有了指路的明灯。现在你走了，进来。 领导，什么事儿？请坐。他就是你要找的华伟，我们内蒙古新闻界的头号剑客，好人坏人在他笔下最后都成了名人。这位是牛科长，鄂尔多斯宣传部的。哎，你好，刘正。前几天，我们中227公安局局长郝万忠去世了。他可是个好人。 在我们老百姓当中，那威望很高。想请你这个大笔头，好好给我们写一写。郝局长，我听说过，又是个英雄人物。哎，鄂尔多斯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准噶尔奇又是全国的产煤大县，这满眼都是钱的地方，
公安局长能洁身自好，难。我就是前面写了，后面网民跟着人肉搜索，禁得住吗？哎，领导，你知道，我从05年就决定封笔，不再采写英雄人物了，只采写反面典型。刘科长，我签了。浩然，你别走。好新闻啊，可遇不可求。郝万忠如果能经受得住你检验，我相信，也一定会经受得住网民的人肉搜索。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再想想吧。郝万忠呢不善言谈，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啊，就觉得他动作缓慢，好像有点笨，好像不是当刑警的料。收下他呢，是因为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比较可靠，不会惹事儿。我当警察呢年头长，自认为善于观察人，没想到呢，看郝万忠看走眼了。请问刑警队在几楼？是2楼。谢谢啊。报告，王队长好。王队，找你的。谁呀？报告，刑警郝万忠前来报道。在刑警干了多少年了？干2年了。多大了？28。大明啊。杨明，探长、档案组组长，你得跟他好好干。杨探长好。叫我大明好了，以前是主上的。周学老师。叫什么？化学。你一个学化学的咋想起干刑警了？福尔摩斯也是学化学的。小郝结婚了吗？结了。爱人干什么？小学老师。有孩子了吗？现在应该再有了。刑侦很辛苦，工作时间没保证，影响家人生活，压力远大于其他警种，而且危险性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再给你2天时间，你好好想想。我不用考虑了。喝点水。喂。啊。我们是聘用制，聘用期为1年，1年后不合格再回到原单位。好，王队，命案。你站着干啥呢？快走了吧！
案发地张梅小区2号楼，死者3人，妈妈、女儿、小姑子。根据尸斑情况，初步估计死亡时间超过了24小时。129命案眼下最紧迫的有2个问题：一是这起案子到底是属于情杀、仇杀还是图财？图财为什么没有摘走死者身上的金项链以及他们身上的贵重物品？情杀呢？那只有2个女性，梁颖、程月莲，尤其是程月莲，年轻漂亮，个人的男女关系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又没有性侵害。再说梁颖家也不是最理想的作案现场。仇杀，仇杀是对谁的仇杀？为什么连个上幼儿园的5岁的小女孩也要杀掉？是俗人所谓为面口，还是什么仇？第2个问题，现在我们从现场上看呢，只有1个人的指纹和脚印。如果说是1个人作案，那他怎么控制和杀死这3个人？如果说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那么为什么现场又没有留下任何的作案痕迹？我的分析呢，就是这些。好，还有其他可能的存在，带着问题和思考，大家分头行动。1、2中队排查2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包括梁颖教过的所有学生。3中队排查案发整美小区，4中队排查附近工地和旅馆等流动人口聚集场所。5中队负责证据查找，落实所有指纹和脚印。生物检测入库，尤其要落实2件作案工具：刀和尼龙绳。大家晚上9点在这里汇总，现在散会。老队，我做甚了？哦，等电话，等法医技侦部门的鉴定结果。你先看看这个案卷，熟悉一下工作情况和程序。喂，工作了，别打电话。喂，地震吗？我刑警队。你刚才有没有打电话？哦，那有没有消息啊？哦，好。等电话的时候不要主动的问，接电话的时候呢，就应该马上的回答。我是东胜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有什么事情请讲。哦。
锤子侯万忠，我你家让高高给你打电话，说你媳妇儿在医院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吧？对，赶紧去看看吧，恭喜你啊！谢谢啊。好事儿呀！哟，啊，有儿子了，这是什么大喜事儿啊？把手头放一放。大明，整辆车去医院。哎，快去看看。我送你。送去。谢谢啊。二哥，爸，生了啊？棒！生下来，你先进去看看。哦。哎，二中过来，生儿子了，来。辛苦你了，孟老师。咱们何家有第2个孙子了，就差何婶儿没成家了。人来到世上可真不容易，就得好好做一回人。这就是当上爸爸了。我真想不起来，郝万忠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很勇猛，嫉恶如仇。有次，一个狂躁的精神病人酒后发病，完全失控，拿着刀砍了自己的妻子和妻姐，并且自残，斗着门不让进人，谁进来就砍谁。里边的2个女的不知死活，情况紧急，十分危险。大明，带2人上去。谁敢进来，我就把谁砍死；谁不怕死，谁就进来，咱们一块儿死。你们进来，我就把他们都砍死。我看见你们了，一过来我就砍死他。准备行动。陪着你们发现灵行动！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子弹擦着他的背飞了过去了，真险呐！当时的情况紧急，想起来我都后怕。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出什么事儿了？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儿子，今天你差一点见不到爸爸了。进来。局长，日记到了。
这里面是郝万忠到刑警大队以后，一直到去世前14年的工作日记，一共68本，你可以看看。当时小区人很多，队们正在举办婚礼，没有人听到呼救声，只有婚礼的鞭炮声。最后看见死者一家人的是婚礼上的新娘。万忠，睡觉吧。这么晚了，睡了吧。睡。129案情记录：1997年12月9日13时至16时，农历11月初10，星期五，居住东胜市真美小区羊绒衫厂家属楼。居住东胜市真美小区羊绒衫厂家属楼17号楼，2单元104室。东胜市3中女教师梁颖被杀，梁颖5岁的女儿陈笑被杀，小姑子陈月莲被杀。1997年12月11日7时25分，东胜市公安局刑警队接到死者父亲报案电话，周六下午开始往女儿家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感觉事情不妙。周日上午自带钥匙打开房门，发现梁颖死于客厅沙发上，陈月莲死于餐厅地上，陈笑死于卫生间浴盆里，随即报案。咋了？别哄我，没事儿。破案方向有问题。万忠，啊？不要想案子了。线索那么多，细节那么多，咋就破不了案呢？
家庭负责，对组织负责，一定要紧绷平安的心，增加平安的意识和能力。大家都好好的，只有平安了，才是工作最大的自由。我还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完成好自己的事业。真不容易啊，天天出生入死，就为这个。这奖章里也有你一半，你是我们警警队的腿啊。郝局长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最爱说的就是“行了，我知道了”。他要是说行了的事，一定会帮你解决；不能办的事情，他直接就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能办，直截了当。他们都是外地民工，在咱们一起干了11个月，工程已经验收，却拿不到工资。他们要回家过年，跟对方讨要，对方又不接电话。今天早上从一期去了市里，现在走到哪儿了？快过大桥了，他们准备沿着高速公路市里。为什么要去市里？他们天马公司的总部在市里。欠下多少钱？400人近900多万，也就是一个人2万多。小刘，你马上派人去天马公司，把他们的负责人带到康巴市收费站。农民工朋友们，农民工兄弟们，等一下，啊！我是一级工程期公安局局长郝万忠，有事情，你们派个代表出来，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商量商量吧，让政府来给你们解决问题，让你们满意。我到第3天打电话，他说他这天检了，我就找不到。我给他个人，他妈的都是市里头给他挖监控。你们大哥这个人给我挣了3-4千块钱，给我。是监控的，冬天打。我们怎么会打电话打通了？他是今天是2天的，2天是后天。打通电话他只是不见面。就工资退了，现在电话也打不通了，现在没有出的。现在像我以前多。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能上高速公路啊！你上了高速公路，把路堵上了，第一，对你们不安全；第二，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你们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你们要违反了，我还要抓你们。问题解决不了吗？相信政府啊！我们在来的路上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天马公司负责人，他们马上就赶过来了。到了，就把问题解决了，好不好嘛？好。农民工兄弟们，你们不要这么个了吧？我们端你们钱，我们该给你们呀嘛，对不对？我们人家也端我不得了吧？我们这2天正好回要子了。工程已经完了，我们要我们的工钱了。我们的工程你已经验收合格了，为什么现在不给我们工钱了？我们要回家过年了。啊，是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我们要钱，我们要工钱。过年了，我们不接电话不接。打电话不是开始有时候开会不上了把手机关了，不是我故意不接吧？我和你们工长也说了嘛，就这1-2天就给你们呀嘛。我们家是资金出现点问题，马上就会回笼回来的。你说你现在把政府管也直接降到湖了以后，我也谢谢你，每次都给了，每次不兑现，我也谢谢你，我也谢谢你。以前你为什么不给大家说一声啊？你以为你躲了就完事了？工程盖完了，该结工资了，你躲了，你的信誉呢？
你还想在鄂尔多斯承接项目吗？你想想，这些农民工外地来的，千里迢迢跑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来，你体谅一下，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结不了薪水，回不了家，过不了年的心情。换了是你的兄弟姐妹，你怎么样？你怎么想？对，他们我可以理解他们心情，但好找我过2天就马上给他们退下，你不要跟我说过2天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借也好，贷也好，给你2天时间，钱拿不来，咱们看守所见。谢谢领导啊，谢谢。他们的手粗糙、冰冷、坚硬，我们只是做了我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就这么感动。其实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就3天，天马公司就把工钱给发了。钟哥这人啊，只问对错，不看脸色。你跟郝局长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哥们儿了？有一次我媳妇儿生病了，急需用钱，他把存折都给我了，说用多少取多少，不够用他再想办法。后来他调到准格尔区当局长，需要专车和司机，就把我要去了。警辖是2级警司。郝局长，今天精神了。我是你钟哥。这叫局长，不认这个兄弟。藏着，快点。好，谢谢啊。2级警司，招车。你能叫我2级警司，我就不能叫你局长。还是叫钟哥。强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我身边吗？为啥？我看中你一点，不贪。咱们到准格尔区去，肯定有很多人来攻我，跟我拉关系。首先会从你这个4级干部下手。你给我顶住了，送礼一律不收。我家的地址，不许告诉任何人。郝局长，别客气嘛，你给我出头，你给我出头。郝局长，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我给你办不了。你就办不了，这也是我一点心意啊。郝局长，你就收下吧啊。郝局长，我走。郝局长，你这做事了，你看，你们警察这么辛苦，这么忙，拿这些东西好好补一补身体。哎呦，你是给我一个人补，还是给我们全局所有官兵补啊？好，郝局长，你说说何方去？好，郝局长，坐着，郝局长啊！哎呀，郝局长，郝局长，手下。行，郝局长，下午还有会呢，走了。
严总，哎，你走到哪里了？你给我彻彻的回来，把这钱给我拿走。你要是不拿走，我就交到廉政基金里去。我给，你以为有点钱，什么事都能办到吗？郝万忠他也有求我的时候，我和村里合资开发了一条永麦道路。施工超支，村里人找郝万忠让他出面向我再追加20万。郝局长，你这大忙人，请到你可不容易啊！来，我给郝局长把酒倒上。不是，酒就不要喝了。吃饭不喝酒行吗？啊？酒就不喝了，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为了您哥打村修路的事来的。就在咱们今天这个包间里头，郝万忠对我说：“你不是已经投资了80万了吗？如果就因为这20万停了工，你的80万不就打了水漂了吗？”路早一天修好了，你的煤炭运输呢，也早一天能运起来。他们比我更着急，没有这条路，我的大卡车照样能开得出去。我那都是柴油的，可他们的小推车就不那么容易啦。咱们准个搞煤炭开发之前，咱们跟他们是一样的，穷的是叮当响嘛。现在日子过富裕了，想吃海鲜吃海鲜了，想喝好酒喝好酒了，咋就不能从牙缝里头挤一点出来，帮助帮助咱们这些穷苦的农民弟兄呢？路修好，我用，他们也在用。我用它发展生产，他们也在搞活经济呀。雪中送炭一下嘛。虽然这20万对我来说那是小子头头一动的事情，让一个村的人都念你的好。可是我做生意是有约子的，合同之内的价格我一分不少，合同之外的，对不起，老子就没这个义务。本来呢，我是坚决不同意由我来单方面出这20万。可是今天，既然你郝局长亲自出面了，我不能驳回你的面子，给脸不要脸啊！是。郝局长，我可是多少次没把你请到呀？今天你能和我一块喝烧酒，这是我的荣幸。这样吧，你喝100，我给村里2万。一杯2万，120万。多久？我这一辈子还真没服过谁，可是碰上郝万忠这种人，他是金刚钻，你不得不服。郝局长，郝局长，好，4万8。郝局长，别喝了，别喝了，再喝你就是骂我了。你知道我是在骂你呢啊？郝局长，别喝了，这钱我给。郝局长，郝局长，别喝了，别喝了，这钱我一定给。我就是让你知道，
城根二旗有条路，是我郝万忠喝酒喝出来的。郝队长，钱，明天到账啊。孟老师根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她不愿意相信她丈夫已经去世了。他们夫妻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她承受不了这个事实。我知道了。走了哈。你说他是好人，所有他帮助过的人都说他是好人。你说他是神探，谁下了他那样的功夫，谁也都能破案。他为了工作，把命都给丢了。可是他没为家做过什么贡献，常常是10天半个月不回家。我现在觉得他就像是出差了，说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我还梦见他回来了，然后又走了，进了一间白色的大房子里，让我在外面等他。我等着，等着，我就醒了。我等了他一辈子了。我在梦里都还在等他。让郝文忠接电话。让郝万忠接电话，让郝万忠接电话。供水到了个么晚？家里出事了，能不能回来一趟？我现在在医院门口了，我车不见了，是我停错地方了。骨折了，等你回来，儿子都残废了。在学校打篮球来了，把胳膊给跌断了，看了，我看了，你说严重不？你天天不顾家，儿子骨折了，电话打不进去。你整治交通，整治交通，整治了个甚你？就有罚款的本事。儿子是我一个人的，你肾都不管。你以为你是他哥，他是公安局长，遇到啥事儿都能通融一下，根本不可能。他的口头禅就是：不行不行，这事我办不成。
我们家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我父亲到城里去打工。现在叫打工，那时候就是谋生，受了伤，重活干不了了。他就找了看守所一个食堂给犯人做饭。那时候生活条件根本就不行，别人家孩子要啥有啥，我们哥几个啥都没有。人家孩子都不跟我们一起玩，就我姑姑带着我们一起玩。我姑姑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他们都以为是我姐呢。你一个堂堂公安局长，不就是个酒驾吗？咱姑父又不是杀人犯，这个事儿不难哇。什么不难呀？给你们说了多少回了，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给我掉链子。你要是不方便出面，就把交警大队长的电话给我，我自己去找他。哎，你打电话跟我打电话，那不一样啊！谁都知道酒驾是违法犯罪行为，况且他是个出租车司机，那是要人命的呀！走遍全国都违法。走遍全国，你走遍全世界，你就这么一个姑父。我看你以后咋见咱姑父？别说是姑父了，就是你酒驾被抓了，我也不管。2008年，二中到准噶尔旗当局长，来了之后呢，给准噶尔旗所有的企业发了一封公开信，不允许公安部门到各个企业去拉赞助。他这个人啊，特别霸气。不过他有事儿就来找我商量，说是商量，就是命令。他是那种走路不紧不慢的，上楼梯也是认识的点点头，二哥，不认识的人连理都不理。不管你开会还是干什么，推门就进，有时候也敲门，顶多敲一次，往沙发上一坐，掏出一根烟，自己就在那抽，看着你。还有的时候，他直接就问：“你们那个事儿要是不重要，我跟你说点事儿。”你们两个有什么重要事的话，外面等一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来了。公安局呢有2个烈属，家里过得很穷，儿子走了以后就剩下2个老人了，住的危房，想捐款给他们盖个房。你汶川地震的时候你不是给载住了吗？玉树地震的时候你也给载住了，你现在2个烈属站你也给载住，这对企业也是个宣传。你不是不让到企业搞赞助吗？你跟我说这个做事了，你是我哥吗？你是上企业了？你这公开信还在这儿呢。哎，你跟我说这个做事。在家里啊，我跟二中关系最好，我比他大1岁，啥话都说。他在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到巴彦敖包小学去教书。那个地方是东城区最偏远的地方，有60多公里地，谁也不愿意去。他临走的时候回来跟我告别，搂着我哭了。他说就他一个人分配到那儿去。哭完以后，背上书包出门就走了。他说一定要在那个学校干出点成绩来。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妻子孟文娟的。要多少？差不多10万。行，那就这。我什么时候给你啊？到时候再说吧。啊？啊？我是给你打卡上，还是给你现金呢？到时候再说嘛。后来公安系统招人，他说他要参加考试当警察。我说你当警察干什么？还不如跟我在一起做生意。他说当警察是他从小的理想。我说行。
你既然想当警察，你就当吧，家里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钱我来赚，你就好好当你的警察，当个好警察。当个好警察。我从来没在我弟弟面前哭过。他才41岁，我现在就想，我咋能帮着他？他去世以后，我们姐弟几个去了他的办公室，打开他办公室的那个保险柜，里面只有他爱人给他写的一封信。信的大概意思是：你工作事业都很重要，你干事业我不是不支持你。我知道你从小就是这样，看不得别人受苦。别人要是有困难，你心里头受不了。我也不是不理解你，可是你总得给我们娘俩留点时间呢。圆圆现在要中考了，你得抽出时间来陪陪她，鼓励鼓励她，也回来陪陪我呀。我和万忠搭档了10几年，开始我是他师傅，后来他是我的领导，再后来我调到了准旗当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又调来当公安局局长。万忠这个人呀，特别爱动脑子，也下功夫，从一个门外汉到自信，干得很出色。退休前，我们俩最后一次合作是鞋店杀人案，死者是鞋店女店员，时间是上午10点。当时，隔壁音响店正放着高音喇叭，没有人听到鞋店的动静。受害人被捅了14刀，没有一刀直接致命。流血过多死亡。光天化日，闹市行凶，作案手段极其凶残，与129命案有相似之处。脚印是直接走进商店，围着柜台看了一圈鞋，然后在付款台使用刀子杀害女售货员，有搏斗，有大量喷射的血迹，在这里捅了8刀，然后拖到里屋用尼龙绳捆绑，拽掉女售货员的项链和手镯，在水池这里洗了手，返回柜台又翻了钱款。根据柜台账面记录，只有172块钱，全部拿走。要不就个摄像头吧，把资料调出来。那个摄像头我了解过了，前2天装灯的时候把那个摄像头弄坏了。什么时候坏的？前2天装灯的时候。坏了为什么不报告？他们也不知道弄坏。
从这个现场情况来看，可以认定是抢劫杀人。犯罪嫌疑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摄像头、监控录像本来是很好的线索来源，可是门口这个呢，坏了。我觉得，除了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社会治安探头进行调取以外，还要扩大社会视频资料的范围。从案发前7天的录像当中排查可疑人员。这不是大海捞针？那只能用这个办法了。万忠反复地说，刑警的工作就是辛苦加仔细，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候呢，也是犯罪嫌疑人最累的时候。整整52天呀，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相当于把一部50集的电视剧看了2000遍。快看到30天的时候，万忠突然有了个发现。你把刚才那个再回放一下。他们在看胜了。这是距离案发现场第3个探头拍到的视频画面。案发当天11时03分21秒，我问过交管部，确定了这是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周围人都围上去看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人呢偏偏却绕开了，丝毫也没有停留的意思。当时是刚刚发案，这个人朝着远离犯案现场的方向。之后呢，我们发现他在5号探头和6号探头上都有出现过。5号探头出现的时候，他明显的有一个大包裹用衣服挡着，但是到6号探头出现的时候呢，大包裹明显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提着一个装鞋的塑料袋。5号探头和6号探头之间的时间隔是半个小时。汇报完毕。现在的问题是，他手里那个大包放到哪儿了？怎么就能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根据他走路的速度，可以算出来，他这半小时之内最大活动范围大概方圆是2公里以内。调集警力，在这个范围内查。万忠办案思路特别清晰，只要能够找到这个人丢弃的物品，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犯罪嫌疑人。东西找上了，好，确实证据，太好了。刀子、血衣、包，现在就可以证明110321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目前的问题是，这个影像太模糊了。我们掌握的细节呢，就是这个横条毛衣，从毛衣入手。第一，调查这个毛衣是哪里生产的；第二，调查周边流动人口，看有谁穿过这个毛衣；第三，掌握毛衣花纹，全队出戏；第四，调查所有网吧的录像和登记材料。查出这个人的姓名和身份。郝万忠从毛衣的花纹入手，查到了20个穿着同样花纹毛衣的嫌疑人，再把所有的资料发北京电脑专家鉴定影像的像度。最后一张鉴定像度超过了60%。我们当时真希望这个案子能和129命案是并案。最后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次荣宇，然后立即派人去查找次荣宇的下落。
我知道万忠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129命案没破。在以后的10几年中，我们凡是抓到一个嫌犯，就给他做 DNA， 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们是多么希望那个案子能破呀！万忠去世前1个星期来看我，又提起129命案。每个警察心里都有一个放不下的血案，就是到死他也放不下。13年了，一直没有解散129命案专案组，没有一天忘记命案中冤死的3条人命。案子不破，是我们刑警的耻辱。没有破不了的命案，只有没做到位的工作。给我发的短信多好，外面鞭炮声声，家里冷冷清清。好好过年啊！行。对。什么时候？哦，我知道了。大兵，陆丰方面消息，40年今天中午在他妈家出现了，咱们要抓紧时间把他活踢了。好，兄弟，你也是过不成了，咱们要去赤峰爬山去，你等我一下，我去跟你嫂子打个招呼。儿子，儿子，哎呀，哎呀，儿子，你这个短信写得好吧？都会对比了吧？我早就会了。哎呀，外面鞭炮声声，家里冷冷清清。哎，到爷爷那就不冷冷清清了呀？啊？嗯。爸爸，我昨天把我们班的象棋冠军理赢了。真的啊？真的。别气，下一盘。好。哎，会下象棋好，会下象棋将来当警察。老婆。40多天不回家，眼儿踩得可真准啊！让你受苦了啊！一会儿去爸妈那儿，你不换件干净衣裳。哎，没时间了。月月，换衣服。月月，换衣服。哟。八宝饭一吃，就是过年喽！来，儿子，来。这怎么不能吃？不能吃，我按人头放的。哎，让我提前过个年嘛。走了，爸妈等咱呢啊。好，走。我们当刑警的，一旦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知道他的藏身之地，就以最快的速度马上抓捕。越是在第一时间内到达现场，越可能就有主动。我们那次抓捕是大年30晚上。那次抓捕后你就退休了？对，到岁数了。退休以后，我就来到伊犁做安保工作。
业余搞旅游，挺好的。你小的时候啊，我一手抱着你，一手牵着你妈，就这样一块儿去爷爷奶奶家去过年去。那礼物谁拿呢？礼物就是个点心盒子嘛，你抱上就行了，哪像现在啊大包小包的。儿子，你现在长大了啊，要帮妈妈拿东西了，好不好？好，以后的东西都我拿，可有劲呢。可有劲啊！嫂子，圆圆，过年好，新年快乐，早年。爸，你怎么刚回来就要走？钟哥，我上车先等你啊。儿子，爸爸呢有个案子要办，怕时间来不及了嘛。爷爷奶奶还在家里等我们吃团圆饭呢，明天再走吧。你跟妈妈两个人去爷爷奶奶家吃团圆饭就行了嘛。和爷爷奶奶吃个饭也就2、3个小时，你明天再走吧，你再多待一会儿，求求你了。上车。儿子，至于吗你？咱们就不能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啊？吃饭事小，命案事大。大案、要案、人命案，圆圆盼着盼着，一年能见你几次面？啊！这大年30了，你还弄这事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少给我来一套！哎，儿子，安全带。别，圆圆电话。喂，圆圆。喂。哎呦，你那边鞭炮声音太响了，我听不清。啊，过年好。哎，问爷爷奶奶他们也过年好。喂，圆圆。哎，小儿子。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让他在天涯海角所能向往。父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留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
呀，抓呀！坏了，把机盖打开。水箱撞坏了，走不了了。你给修修。我修不了，修车那是修理厂的事儿。一个开车的不会修车吗？不就两改锥的事情吗？车上有改锥，给你一把，你试试。你给我拦车去！钟哥，你这让我上哪儿给你拦车去？那一路上，大家都心照不宣，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活着刺入你，把13年前的命难一起搞个水落石出。辛苦了啊！哎呀，车坏路上是吧？路不好走。前面这个川叫李家窑川，我们的人已经布控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去了。那行，我们进。咱们现在走，好。别动！别动！站住！站住！别动！别动！站住！站住！下炮！站住！高东，把头抬起来！抓上了！伺候你，看着。你别开枪，我什么都说。你等我拿着呀！哎，不要！来，公安局的，公安局的，公安局不能，公安局的，调查一下，调查一下，我们带你儿回去调查一下，调查一下，好，回去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啊，我们会告诉你的，我们会告诉你的。好，行，路上慢点啊。好好。我
我得要200块钱，100块钱交电话费，100块钱回家给老娘。他死活不给，我说给100块钱也行。电话里说我手机欠费，我替我担心。就为了200块钱把人给杀了。夸张挣那点钱，都在网吧还赌吧了。那天晚上，花光了手上所有的钱。你为什么不跑？想跑了，家里没有钱，跑不了。这老张拖了40来天，也没弄到钱。后来想了件这事儿，回家看看老娘，看看就走。爷。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穷的我以为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可是我有一个好父亲，他教育我们走正道。他常说，人来到这世上，不能白活一回人。郝局长在的时候啊，都说这个局长脾气大，那不好伺候。他天天抓考核，抓纪律，抓警风，夜间检查巡逻岗的情况。为了防止干警看到他的车子提前做准备，他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大半夜的骑个自行车，鬼鬼祟祟的，躲着藏着，偷看岗亭里的干警在干什么。他最爱说，没有法律就没有公正。他还说，什么叫公安？警察公平，百姓平安。只有你执法公平了，百姓才能平安。郝局长提拔我呀，可能也是因为我是杠头，不怕得罪人。后来，你为什么自学法律，考了律师资格证？我们公安系统啊，很多人退休以后啊，由于技术比较单一，只能到一些企事业单位里去做安保工作。这几个人一直在桥上，就等桥堵车。只要大桥一堵车，他们就向堵车的司机兜售香烟。烟是在附近的商店买的，市价一条50元，一盒也就5块钱，但他们卖给司机，一盒要100块钱。如果司机不买，他们就用棍棒、砖头打砸司机的车辆，明显是用威胁的方式强迫司机买烟。这7个人都是17、18岁的小伙子，没有前科，目前已经拘押了8天了。
准备按强买强卖定性处理，就不用提请检察院批捕了。整个案子的大体情况就是这些。法治，说说。我不同意按强买强卖处罚，他们这不是强买强卖，他们这是抢劫罪啊，因为它符合抢劫罪的2个特征，就是2个当场获得财物，当场使用暴力威胁。都是一帮小孩，刚刚从学校毕业，大多数还没满18周岁，毕竟同时还没有伤人嘛。他们是没有伤人，但是他们拿着木棒把受害人的车灯、车玻璃全砸碎了，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恐吓呀！这是典型的非法使用暴力手段获取财物。这个案子我看是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行。这个看我们是治病救人呢，还是上升到法律层面上去惩治呢？小李，继续。强买强卖与抢劫罪啊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们的处罚也有天壤之别。强买强卖顶多是行政处罚，最多关押15天，可抢劫罪呢，他判刑的起点就是3年，最高可以判到7、8年。这个问题我咨询了法院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案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就不用提请了。我也认为不用提请，还有几个是领导亲属。我个人认为这个案子定为强买强卖的比较好，毕竟就是100块钱买了一盒烟的小事儿嘛，不是个大问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很严重，这不是单单的100块钱买一盒烟的问题。我打个比方，我抢了受害人1万块钱，我还给他100块钱，那我这就不叫抢劫罪了吗？我们不能因为他给了受害人一盒烟，那他们的行为就不是使用暴力非法获取财物。我坚持认为应该定性为抢劫罪。小李说的有道理，提请检察院批捕。他就是个不良记者，煽动闹事，要挟政府。我跟你说啊，像他这样的人，你给抓起来。郝局长，我同情你的感受，但是如果因为这事儿抓记者不符合法律程序啊，他是不良记者，他通过写文章要挟政府相关部门非法获利，但是咱们受要挟的政府部门可以到记者协会去投诉举报他，或者是呢，咱们到法院起诉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解决。你说这是正事吗？法律途径，什么法律途径？郝局啊，如果记者这个事儿解决不好，那咱们就相当于在大海里杀鲨鱼啊。那把鲨鱼给杀了，那雪就会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鱼都给你招来呀。我倒是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李东方，哎，你在公安系统也工作了16、17年了吧？咋我跟领导们提起你，谁都不知道呢？啊？你说你是咋混的？哼！后来，郝局长就提拔我进了局党委，属于破格提拔。我这个人做事啊，就是一板一眼，法律条文怎么规定，我就怎么执行。所以有时候就行不通，行不通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警校的老师打电话，我说老师啊，你教我的这些行不通呢？老师说，我在课堂上教你的是理论，你现在遇到的是现实了。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你就只能适应这个世界。郝局长活着的时候啊，也不是人人都说他好，有的人甚至还怕他。因为郝局长有时候说话呀，是真不留情面。我想不到的是，郝局长走的时候，居然有这么多人来送他。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吧。一个人的人品、人缘儿，也许只有真的盖棺定论了，才是真的定论了。
抢灾也是灾了，否则农民没法平衡，这样僵持着也影响工程进度。如果出了什么更严重的事情，整个工程都会受影响。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你，你出了这些钱，我们派出所警察就能来帮你做工作了。如果你纯粹1分钱不拿，我们民警出面也没有用，总不能去帮你们吓唬老百姓吧？推土机一开，农民啥都没了，土地是农民最后的资源。准格尔区80年代开始开发煤矿，现在大大小小有500个，是亚洲最大露天煤矿基地。目前罢运情况严重，生产的煤炭运不出去，卡车司机不断罢运要求涨工资，已经4年。前面这是咋了？过去看看。哎呦，那是西营子集装站经常闹罢运的地方，我调集点警力，等他们来了，咱们一块儿过去吧。不用，咱们俩先过去看看。好。怎么样？正确了。没事，没事。为啥打你？老子就废。为啥呢？这是狗子，这房子太坏了。不让我们司机出车，又砸玻璃又烧。他们烧了那么太了，还能觉得他们单位要买了。他们单位要释放昂贵的东西。郝局长，你看这被打的群众，对咱们都不敢说实话。那几个胆大敢说的吧，也不敢出面作证，怕打击报复。这种事儿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老百姓都在传说这伙人有背景、有靠山，说咱们警察都管不了他们。你没来之前啊，这伙人经常闹罢运，最后一次闹得最凶。当时闹事儿的、围观的、看热闹的，几百上千人。当时我们也出警了，没控制住局面，警车都被他们砸了。我代表中旗党委交给你这位新上任的公安局长一个重任，解决中旗多年来遗留的煤炭运输问题。我们准格尔区有100多家煤矿，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影响会很大，闹事的人越积越多，最后有可能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样不仅仅是一家煤矿的事儿，一旦爆发，就会成为社会管理的大问题。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那罢运是什么概念？那罢运就是我自己有车，我不想出车。但是这个团伙他不是啊，他是不光自己不出车，别人想出车他也不让别人出车，谁出车他就打人砸车。现在弄得本地司机都不敢正常出车。这已经不是群体性事件了，这是黑恶势力在作恶。我们前一段也调查取证了他们很多资料，只是一直以来咱们内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直有阻力。前2次他们闹事儿，工资给他们涨了，妥协，所以呀，他们现在才这么嚣张。进。郝局长，咱们关于西营子集装站罢运的报告拿回来了，上面没有批。他们说还是按劳资纠纷处理，希望咱们不要介入。这个不是罢运？
这个，劳资纠纷，这是啊？这是黑恶势力。行行行。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修激流。哎，强子，你说你这个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是想当官出人头地呢，还是想挣钱，老婆孩子热炕头呢？我可不想当官。看你活得多累。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好。你一点都不贪，你钟哥很羡慕。哎，郝局长，西营子去张站那帮人又开始闹事了。什么时候？刚才半小时前开始。当地派出所已经去人了，但是控制不住局面。现在路全堵死了，闹事的人也上来了。哦，我知道了。强子，掉头，去西营子集装站。王书记，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西营子集装站那伙人又开始闹事了。本来秦皇岛的煤炭就已经告急了，又赶上南方兵灾，现在上面给我们区政府下令，每天必须用煤3万吨。区政府下决心要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这次你们核实完事实情况以后，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大多数司机还是希望恢复运输，只有一小撮人在那挑动闹事。煤炭运输公司罢运事件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应该重新定性为黑恶势力。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高书记，你放心，这件事情办不好，我就卷铺盖卷走人。梁副局长，西营子集装站又开始闹事了，局党委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让小刀把闹事的主犯12人照片一发准备，通知准其现有50警力，携带单警装备，立即出发赶往西营子集装站。1小时以后，我们在那里汇合。另外，通知准贝尔西其他全部警力，立即进入备勤状态，以防出现警力不足。好，知道了。我们兵分2路进行合围，首先疏导围观群众，撤离现场。之后对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这次我们要对他们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车到警戒线外面去！你们围堵正法，冲入车辆是违法犯罪行为，听到了没有？所有无关人员车到警戒线外面去！所有无关人员车到警戒线外面去！所有无关人员车到警戒线外面去！我是整个区公安局局长郝安忠，所有无关人员车到警戒线外面去，都不许走！回来！都不许走！我是整个2区，都不许走！公安局局长郝安忠，所有无关人员车到警戒线外面去。我你怎么了？我们这是劳资纠纷，你们公安局管不着，对不对？怎么着？管我们呢？管我呀！公安局怎么了？管我呀！啊！抓就是业务人！抓！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白耀川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捣乱社会治安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5项罪名。今日，人民政府2011年第7次常务会议研究了全市水利水保、教育、文化、人才事业发展以及政府投资项目。那东西就在我桌子上了，让小高拿给你。好。平时敢去憋气吗？憋得难受。晚上睡觉时候呢？要带上呼吸机了。多长时间了？快1年了。也不是天天戴，戴上呢舒服一点。你现在室性早搏比较高 ，STT 也有改变，又有胸痛胸闷的症状。这是很危险的，建议你立即住院检查。听说郝万忠去世前，你给他做过检查？是。来过。去世前2天。你给他做过那么多检查，知道他心脏情况不好，为什么不坚持让他住院？等忙完这段时间吧，把手头工作放一放。检查嘛，也不是1天2天的事。那我现在给你开个救心丸，你随身带上。拿手的时候吃6粒，然后来立即住院检查。你为什么没有硬把他留在病床上呢？你是医生啊，你应该知道他病情的严重性啊。钱子，你这是往哪开呢？钟哥，今天晚上回家睡吧。明天一早有体能测试，回市局。市局今早上打电话联系了，没房间。那我给王局打电话。王局让我打过了，说一直没空房。钟哥，多长时间没好好睡觉了？都快1个月了吧？嫂子在家等你呢，你不想她？哎，王局。好，好，谢谢师傅啊。
回市局凑合住一下。不过今天晚上咱们俩要挤一下。钟哥，我觉得你这个人生活幸福指数不高。岂止是不高，光忙自己的事儿了，把老婆孩子都给牺牲了。欠他们的，以后加倍还吧。我觉得你说那些都是空头支票，谁信啊？你过2天去给我买一个帐篷去，要3个人的。我答应儿子了。中考以后带他去野营，看天鹅。钟哥，今天早上别太拼命了，慢点跑。你最近也累了，昨天晚上都听到你打呼噜了。你再多睡会儿啊。爸爸妈妈一直不愿意提起娘是怎么走的。后来强子叔叔告诉我，那天早上娘起来去跑步。你给我掐下表，你看我这1500跑下来要多长时间？行。啊。预备，跑！我记得娘老说，早起跑步要战胜自己的懒惰。一个人只要能战胜自己，就能够战胜一切。爸爸，我还知道129命案是你当刑警接触到的第一个案件，也是你当刑警以来唯一一起没有结果的命案。娘一直觉得很对不起那些冤死的人。房子要拆迁了，楼都搬空了，13年了，案子没破。那些死去的冤魂，现在连暂时歇息的地方都没有了。郝局长，钟哥，马忠，郝局长。别动我，我没事。
强子，强子，快起来！好球现在操场上摔倒了。我后来总在想，如果我一直在钟哥身边，早上跟他一起去跑步，他可能就走不了。那天早上，怎么他让我睡我就睡了呢？凭什么我和钟哥2个人去了中旗，却只有我1个人回来？我怎么解释？怎么向别人交代？对父母，我不是一个天天尽孝的称职儿子；对妻子，我不是一个时时陪伴厮守的称职丈夫；对儿子，我不是一个关爱接送的称职父亲。爸爸，你记得吗？08年春天，你带我来这里看过天鹅。后来我一直能盼着再跟你来。你答应过我，答应过我很多事情。那年是春天，有许多天鹅。可现在季节已经过去。我小的时候常常